你好，欢迎回到深入历史。今晚我们来聊聊王莽。后世的论坛和野史里，他被塑造成了千古第一伪君子，处心积虑靠着奥斯卡级别的演技篡夺了西汉江山。而到了现代的赛博空间，他又摇身一变，成了一个带着超越2000年认知，造出青铜卡尺，搞土地国有和计划经济的疑似穿越者。这两种撕裂的评价就像两张色彩浓烈的油彩面具，死死地糊在了他的脸上，让人看不清他真实的悲喜。但如果我们试着抠下这些猎奇的油彩，沉入2000多年前那片冰冷浑浊的时代水域，你会发现一个令人战栗的真相：王莽不是腹黑的伪君子，也绝非预知未来的穿越者，他只是一个被庞大的时代焦虑亲手推上神坛，最后又被自己的道德幻觉彻底反噬的绝望理想主义者。他试图拯救一个面临全盘死机的巨大帝国，但他用来重装这台复杂机器的工具却是一本过期了几百年的道德说明书。要理解这场史诗级的荒诞悲剧，我们必须先看看他接手的到底是一个怎样的烂摊子。把时钟拨回到公元前1世纪的中叶，在这个时间节点上，西汉王朝这艘曾经不可一世的巨轮已经在大海上航行了150多年。表面上看，这艘船的甲板上依然歌舞升平，未央宫的琉璃瓦在阳光下折射出刺眼的金芒。但如果你走到甲板下方，把耳朵贴在底舱那朽烂的木板上，就会听到海水正在疯狂涌入的呜咽声。这股足以吞噬整个帝国的海水，名字叫做土地兼并。试想这样一个画面：深秋的关中平原，一个普通的自耕农，一家老小在田地里面朝黄土背朝天地劳作了一整年。当他终于把朝廷那沉重的赋税连同里长的盘剥全部交齐后，看着自家土粮仓里那薄薄一层所剩无几的瘪麦子，他知道这个冬天无论如何也熬不过去了。为了活命，他只能敲开当地豪强地主家的朱漆大门，借下高利贷。到了第2年青黄不接的3月，利滚利，债务变成了一座大山。最终他只能在卖地契约上按下沾满泥土和绝望的手印，交出祖祖辈辈耕种了几代的田地。失去土地后，他带着妻儿流浪在荒芜的官道上。为了不被饿死，为了让孩子能吃上一口热饭，他只能流着泪把妻子和儿女卖进豪门大户做奴婢，自己则沦为衣不蔽体的流民，随时准备倒闭在路边，成为野狗争食的腹中餐。这不是偶发的个例，这是西汉末年每天都在成千上万个村落里上演的日常。经过汉武帝时期的连年穷兵黩武和随后的所谓休养生息，西汉的经济结构已经彻底失衡，社会财富以一种令人绝望的几何级数向极少数特权阶层疯狂集中。整个帝国的系统塞满了贪腐和兼并的垃圾数据，贫富撕裂的沟壑深不见底。这种令人窒息的末日焦虑像挥之不去的阴霾，笼罩着整个帝国。太学里，饱读诗书的书生找不到出路，田间地头，农夫只能啃着树皮果腹。所有人都在绝望中仰望星空，大家都在期盼着奇迹，呼唤着一位完美无瑕的圣人能从天而降，用雷霆手段荡平着人世间的污浊，把那些贪婪的硕鼠全部钉在耻辱柱上。就在这种诡异、压抑且充满戾气的时代空气中，公元前45年，王莽出生了。他降生的家族不是普通的官宦人家，他的亲姑姑就是大名鼎鼎的汉元帝皇后王政君。随着王政君一路从皇后升格为皇太后，整个王家迎来了烈火烹油般的全盛时刻。1天之内，王莽的5个叔伯同时被封为列侯。权力带来的不仅仅是令人敬畏的威严，还有堆积如山的金山银海。王莽的这些叔伯们生活奢靡到了常人无法想象的境地。他们在寸土寸金的长安城里大兴土木，修建的府邸连绵数十里，飞檐画栋，
比皇宫还要气派。为了追求极致的园林水景，他们甚至敢于动用私权，强行截断皇家御苑的流水，引入自己的私家池院。他们在高堂华屋里斗鸡走狗，蓄养着成百上千的绝色歌姬和门客。每到夜晚，丝竹管弦之声和酒肉的醇香整日整夜地飘荡在长安城的上空，与城外流民的哀嚎声形成了这个帝国最讽刺也最刺耳的交响乐。按理说，生在这样一个顶级门阀里，王莽本该顺理成章地成为一个声色犬马的纨绔子弟，心安理得地享受着特权阶层带来的一切红利。但他偏偏成了这个腐朽家族里的一个异类，一颗孤独而寒冷的星。王莽的父亲和哥哥在他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在一个崇尚丛林法则、权力倾轧严重的庞大外戚家族里，失去父亲的庇护，意味着他虽然顶着王家公子的耀眼名头，却处于权力边缘的阴影里。童年时期的王莽就像一个安静而阴郁的旁观者，一面是叔伯们府邸里通宵达旦的靡靡之音，一面是长安城外恶著遍地的流民哀嚎，一面是家族亲戚为了争权夺利而展现出的尔虞我诈，一面是底层百姓为了半块硬饼而互相厮杀。这两种极其割裂的画面，像两把粗糙的锉刀，深深地挫削着这个沉默少年的神经。他感到了生理上的厌恶，一种对家族腐朽气息的本能排斥，以及对这个混乱世界的深层恐惧。他没有融入这场权力狂欢，反而彻底封闭了自己。其他世家子弟穿着绫罗绸缎，带着猎犬出城打猎时，王莽只穿着粗糙的儒生衣，坐在昏暗的房间里，一卷卷翻阅着带霉味的竹简。当叔伯们在宴席上互相攀比财富，纵情声色时，王莽默默地端着汤药，侍奉在寡居的母亲和生病的嫂子床前，像一个最卑微、最顺从的仆人。他把所有的精神寄托都砸向了那些古老的经书。在《论语》的教诲中，在《尚书》的记载中，尤其是在《周礼》那一行行描绘先王盛世的墨迹中，王莽找到了他内心的避难所。这是一种典型的心理补偿机制。现实世界越是混乱、肮脏、充满铜臭味，他就越向往书本里那个秩序井然、道德高尚、夜不闭户的上古大同社会。他开始用近乎自虐的条条框框来约束自己的一言一行。他严格按照儒家典籍规定的步伐走路，绝不越雷池一步。他按照典籍规定的语气说话，不苟言笑，不讲任何出格的笑话。他甚至在吃饭、穿衣、待人接物上，都力求完美复刻西周时代的礼仪，仿佛把自己活成了一尊行走的青铜器。这种苦行僧般的自律，在那个骄奢淫逸、物欲横流的长安城里，显得那么格格不入，却又那么光芒万丈。渐渐的，这个角落里的孤独少年引起了外界的注意。人们惊奇地发现，在那个散发着恶臭的王室外戚集团中，竟然长出了一朵一尘不染的白莲花。他在名利场中表现出的那种淡泊与谦恭，精准地击中了当时社会最饥渴的那个痛点。时代太需要一个道德楷模了，老百姓太需要一个清官了，而那些对朝政失望透顶的知识分子们，也太需要一个可以寄托政治理想的完美躯壳了。于是，大汉帝国那双充满着绝望与期盼的眼睛，开始慢慢聚焦在这个不一样的年轻人身上。当名声的雪球开始滚动，王莽敏锐地察觉到了一丝异样。他发现自己那份本源于内心自保和心理补偿的道德洁癖，竟然成了这个时代最锋利的政治武器。只要他继续保持完美，他就能在这个腐朽的家族里，甚至在这个庞大的帝国里，获得常人难以企及的尊重与权力。公元前22年，24岁的王莽在满城清流名士的交口称赞声中，正式踏入了西汉的官场。他穿着一袭洗得发白的旧衣，面庞清奇，眼神深邃。当他走在未央宫长长的白玉台阶上时，微风吹起他宽大的衣袖，
宛如一位从上古卷轴中走出来的圣人。官员们纷纷向他行礼，太学生们用崇拜的目光注视着他的背影。西汉末年的朝堂早已被外戚和权臣们熏染得透出一股腐靡的甜香，每一根雕龙画栋的柱子后面都藏着权钱交易的算计，但王莽的身上却始终带着一股苦寒的经卷气。他低垂着眼眸，步伐精准地丈量着每一块青砖，仿佛每一步都踩在周礼划定的无形格尺上。这种在名利场中心如止水的姿态，犹如一记响亮的耳光，打在了所有沉迷酒色的王家子弟脸上，却又像一针强心剂打进了天下读书人的心里。在最初的几年官场生涯里，王莽将散尽家财这4个字演绎成了一种近乎残酷的行为艺术。皇帝赏赐的黄金，封地收缴的租税，被他全部分发给了门客、穷儒和沿街乞讨的流民。他不仅自己吃糠咽菜，甚至为了筹集一笔救济款，牵走了家里最后一辆勉强能撑起侯爵体面的马车，换成了几串在寒风中叮当作响的铜钱。但这仅仅是前奏，真正让他彻底封神的是对家族长辈那场惨烈的道德献祭。公元前22年深秋，大将军王凤病危，王家子弟忙着寻找新靠山，或在病床前敷衍落泪，眼神却飘向门外。王莽却卷起铺盖，直接搬进弥漫死气和药味的卧房。接下来几个月，他衣不解带守在榻前，亲自熬药，端屎端尿，数月未洗一次澡，为何一个整眼？脸庞迅速凹陷，眼底爬满血丝。最令人战栗的一幕发生在深夜。当时医术有肠粪判病之法，连亲生骨肉都眼鼻退避，王莽却在昏黄烛光下蘸取污物放入口中仔细品尝，眉头没有皱一下，表情是令人毛骨悚然的平静与虔诚。病榻上的王凤心理防线全线崩溃，这位冷酷权臣死死抓着太后王政君的手，用尽最后一口气，将王莽郑重托付给了帝国的最高权力中心。靠着这口吞下的污物，王莽拿到了通往权力之巅的通行证，不是用钱买的，是用一场令人作呕又令人敬畏的道德自虐换来的。随着大将军的遗命，王莽的仕途开始扶摇直上，黄门郎、摄生校尉、新都侯、骑都尉，权力像潮水一样向他涌来，但权力的腐蚀剂却似乎在这个人身上失去了效力。他不仅对自己狠，甚至开始用这种变态的道德标准去捆绑他身边最亲近的人。长安城里至今还流传着那个令所有贵妇心惊肉跳的画面。那是一个阴沉的午后，一位同僚的母亲病重，王莽无法抽身，便派自己的正室妻子前去探望。当同僚的家眷们在府邸门口列队迎接时，一辆简陋的马车停了下来。从车帘后走出的不是穿金戴银、满头珠翠的贵妇，而是一个穿着粗麻布裙，裙摆甚至连膝盖都遮不住的女人。她粗糙的双手交叠在身前，活脱脱像是一个刚干完粗活的下等仆妇。人群中爆发出压抑的惊呼，直到随从低声介绍，大家才敢相信这位就是当朝权臣的正室夫人。在这个连普通富甲都要穿丝绸、吃精粮的时代，王莽用他妻子的粗布裙狠狠抽了整个特权阶层一记耳光。也是在这段仕途上升期，王莽完成了人生中第一次主动的道德权谋博弈，彻底扫清了自己登顶路上最大的障碍，他的表兄淳于长。淳于长是王政君的亲外甥，和王莽有着一样的外戚身份，更凭着汉成帝的极度宠信，早早位列九卿，权倾朝野。他私下里和被废的许皇后姐姐私通，甚至收了许皇后巨额的钱财，承诺会帮他重回后宫，谋取皇后之位。这些龌龊的勾当在长安的权贵圈子里早已是公开的秘密，却没人敢轻易触碰这位皇帝身边的红人。王莽却在不动声色间搜集了淳于长所有罪证，
他没有选择在朝堂上公开弹劾，而是在侍奉病重的叔父王根时，平静地将淳于长祸乱宫闱、收受贿赂，甚至暗中觊觎皇位的桩桩件件全盘托出。这一击精准地踩在了王氏家族的底线，也踩在了儒家道德的红线之上。王根震怒，王政君更是怒不可遏，当即要求汉成帝罢免淳于长。最终，这位曾经风光无限的宠臣在狱中被赐死，他背后的政治势力一夜之间土崩瓦解。而王莽凭着这场拨乱反正的壮举，成了朝野上下公认的唯一能肃清朝堂污浊的道德标杆。公元前8年，38岁的王莽顺利接替叔父王根出任大司马，成了大汉王朝真正的掌权人。后世的看客读到这里，往往会冷笑一声，丢下一个伪君子的判词。人们习惯性地认为，这只是一场长达10几年的处心积虑的政治走秀，他所有的谦恭，所有的节俭，甚至是长愤辽极的壮举，不过是为了最终篡夺皇位而进行的漫长铺垫。但如果我们去体会那个年轻人的心理脉络，就会发现，伪君子这个词其实把人性想得太简单、太扁平了。在最初的那些日子里，在那个危机四伏、稍有不慎就会被政敌撕碎的外戚丛林里，扮演一个毫无世俗欲望的道德圣人，确实是一种本能的自我保护。一个人如果连最基本的欲望都戒断了，政敌就找不到任何攻击他的破绽。但问题是，面具戴得久了是会长在脸上的。日复一日的道德践行，日复一日的万人敬仰，让王莽渐渐忘了自己最初的自保，慢慢相信自己真的是天选之子，那个能拯救天下的圣人。当他每天重复散尽家财、克己复礼的动作，当这种反人性的动作渐渐变成下意识的肌肉记忆，当满朝文武都在他的面前自惭形秽，连大气都不敢喘，当太学里的数千名学生将他视为精神领袖，写下堆积如山的诗篇来歌颂他的伟大，当长安街头的老百姓看到他的破牛车路过，都会自发地跪在泥水里向他疯狂磕头时，他还会觉得自己是在演戏吗？不会的。在那种排山倒海般的集体欢呼声中，王莽早已在不知不觉中完成了最彻底的自我催眠。他不再是那个在角落里读书的孤独少年，他真的开始相信自己就是老天爷选中的那个人，是西周那位辅佐成王、治理作乐的周公旦转世。他站在权力的顶峰，俯视着芸芸众生，内心涌动的不再是初入官场时的战战兢兢，也不是篡权的窃喜，而是一种悲壮的、带有神圣光环的救世感。当一个人确认自己是神的时候，他看凡人的眼光就会发生质的变化。在随后的岁月里，王莽开始品尝到一种比金钱和美色更让人上瘾的快感，那是用绝对的道德去降维打击所有政敌的快感。在当时的朝堂上，形成了一种诡异的政治空气，只要谁敢站出来反对王莽的政见，谁就是在反对周礼，就是在反对孔孟之道，就是在与全天下的良知为敌。这种看不见摸不着的道德暴力，比最锋利的环手刀还要致命。它可以兵不血刃地摧毁一个人的政治生命，甚至让对手在社会性死亡中身败名裂。王莽踩着这股狂热的暗流，在这条逐渐异化的道路上一路狂奔。他用那本周礼为自己打造了一套刀枪不入的铠甲，也为整个帝国编织了一张密不透风的道德巨网。满朝文武都在这张网里战战兢兢，而他自己也深陷在这张网的中央，享受着被万民献祭的孤独与荣耀。但他并不知道，命运的淬火才刚刚开始。公元前7年的春天，一场毫无预兆的政治风暴撕裂了长安城表面的平静。正值壮年的汉成帝在一夜之间暴毙于未央宫的深处，权力的真空如同一个巨大的黑洞，迅速吞噬了旧有的政治平衡。随着新皇帝汉哀帝的登基，皇权的游戏规则被强行改写，
新皇帝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带来了属于他自己的外戚势力傅氏和丁氏家族。这些在权力边缘饿了太久的政治饿狼，一进长安就张开了血盆大口，露出了森然的獠牙。一场针对王氏家族的残酷政治清洗冷酷地展开了。王家的子弟被褫夺官爵，赶出朝堂。作为王家在朝堂上最后的门面，手握大司马重权的王莽被硬生生地推到了悬崖的边缘。按照西汉外戚专权的常规剧本，当一个手握重兵、权倾朝野的权臣面临这种生死存亡的逼迫时，通常会选择鱼死网破。他大可以拔出刀剑，发动一场血腥的宫廷政变，用武力去捍卫家族的荣华富贵。当年的霍光家族就是这么干的。长安城里所有的人都在屏住呼吸，等待着未央宫前血流成河的那一刻。但王莽的反应却让所有准备看好戏的政敌感到了深深的错愕。他什么都没做。在一个寒风凛冽的清晨，他非常平静地摘下了头上的五变大冠，解下了腰间那根代表着帝国最高军事权力的紫色印绶。他将那枚冰冷的青铜大印轻轻放在粗糙的木案上，然后他转过身，带着几件洗得发白的旧衣物，牵着妻子和儿女登上了一辆破旧的牛车。王莽就这么走了，像一片没有重量的枯叶，默默地退出了那个喧嚣的权力暴风眼，回到了位于河南新野的封地。他回到新野的第一件事就是关上侯府的大门，辞谢所有的访客，彻底将自己与外面的花花世界隔绝开来。在政敌的眼中，这叫树倒猢狲散，这叫丧家之犬的仓皇逃窜。可是当那辆破旧的牛车缓缓驶出长安城门的那一刻，整座庞大的帝国却仿佛突然失去了一根定海神针。也就是在新野幽居的这段日子里，发生了那件彻底将他推上神坛，也彻底斩断他最后一丝世俗温情的事件。王莽的二儿子王霍大概是习惯了顶级门阀的骄横与特权，在一个沉闷的午后，王霍因为一点微不足道的琐事发怒，拔剑当场刺死了一个家里的奴婢。在西汉末年的社会法则里，贵族打死一个奴婢就像拂去衣服上的一只飞虫一样寻常。奴婢不仅是财产，更是会说话的工具。按照大汉的律令，主人杀奴最多不过是罚些铜钱，或者在履历上象征性的记个过。然而当王莽得知这个消息后，整个新都侯府的空气仿佛瞬间冻结了。王莽踏入后宅的时候，挥退了所有试图上前求情的家臣，一步步走到王霍面前。他的脸色像深冬的湖冰一样惨白，眼神里看不到一丝一毫属于父亲的温度。他静静地看着跪在地上瑟瑟发抖的亲生骨肉，仿佛在看一个破坏了周礼神圣拼图的污点。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王莽的声音不大，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判决意味。你杀了人，就必须用命来偿。说罢，他从宽大的袖中抽出一把锋利的短剑，扔在王霍的膝前。金属砸在青砖上的清脆声响，成了宣判死刑的惊堂木。王霍彻底吓懵了，他拼命地磕头，额头砸出血迹，苦苦哀求父亲的宽恕。整个院子里的奴仆和亲眷都跪在地上，哭喊着为二公子求情。但在那片撕心裂肺的哭嚎声中，王莽就像一尊失去听觉的泥塑神像，双手拢在袖子里，死死地盯着地上的那把剑，一言不发。在那道充满压迫感的道德凝视下，王霍终于明白自己今天绝对活不成了。父亲不是在惩罚一个犯错的儿子，父亲是在用他的鲜血去为那尊完美无瑕的圣人金身开光。在绝望的抽泣中，王霍捡起短剑，在满院家眷的尖叫声中抹开了自己的脖子。当这个带着浓烈血腥味的消息传出，侯府整个长安城陷入了一种死一般的寂静。短暂的错愕之后，爆发出的是山呼海啸般的惊叹与狂热。
连自己的亲生骨肉都能为了律法的公正，为了道德的纯洁而毫不留情地献祭。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私利是安汉公不能割舍的？他真的做到了大公无私，他真的做到了大义灭亲。在当时的百姓和太学儒生眼中，王莽的头顶已经升起了一圈刺眼的神圣光环，再也没有人敢怀疑他的动机，再也没有人敢质疑他权力的合法性。但如果拨开这层令人目眩的道德外衣，我们可以发现，这其实是王莽人性被彻底抹杀的转折点。为了拼凑出那个完美的上古图景，为了证明自己就是现世的周公，他已经不再把人当成人看了。在逼死儿子的那一刻，他不仅诛杀了骨肉的肉身，也彻底斩断了自己身上最后一点世俗的温情。一个连血脉亲情都能像割草一样轻易割裂的人，一个把虚无的道德法则凌驾于鲜活生命之上的人，一旦将手伸向权力的最高权柄，给这片土地带来的绝对不会是救赎，而是令人战栗的毁灭。当时的天下人并没有看透这一点，他们被苦难折磨得太久了，于是蒙住双眼，疯狂地沉浸在神迹降临的欢愉中。大家只仰望圣人伟岸的身影，却看不见那座神坛的基石是用至亲的白骨垒成的。接下来的几年里，西汉的政治气候变得诡异而压抑。汉哀帝在朝堂上大肆提拔自己的亲信，那些新上位的权贵们敛财的手段比过去的王家还要凶狠贪婪。社会矛盾不仅没有因为王家的倒台而得到丝毫缓解，反而像是在烈火上浇了一桶热油，变得更加尖锐刺骨。在绝望的深渊里，人会本能地去抓住一根救命稻草。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全天下的百姓和知识分子惊恐地发现，自从王莽离开之后，这世上似乎再也没有一个愿意倾听百姓哭声的清官了。朝堂上只剩下一群中饱私囊的硕鼠，再也没有那个愿意卖掉马车去救济穷人的圣人了。恐慌孕育出了人类历史上最罕见也最令人毛骨悚然的政治奇观。在一场没有官方组织、没有任何利益驱使的自发运动中，全天下人陷入了一场祈求圣人归来的集体歇斯底里。最先爆发的是太学里那些饱读诗书的书生，几百名太学生穿着白色的校服，跪在未央宫的门前，痛哭流涕地恳求朝廷让王莽回朝。紧接着，这股风潮就像一场无法遏制的瘟疫，迅速席卷了整个帝国的版图。地方上的县令、乡间的德高望重的老者，甚至是一辈子没踏出过村口，连字都不认识的普通农夫，纷纷加入到请愿的队伍中。通往长安的各条驿道上挤满了进京上访的马车和徒步的人群。在王莽退居新野的那短短3年里，为他上书喊冤、呼唤他回朝的人数累计多达数十万人。这已经不再是简单的民意了，这是一种病态的，把所有生存希望孤注一掷的压在一个名字上的信仰狂热。天下人都在等待着他们的救世主，而这位救世主此刻正坐在新野那座大门紧闭的侯府里。在这3年的幽居岁月里，王莽表面上依然维持着苦行僧般的作息，他粗茶淡饭，对外界的风起云涌似乎充耳不闻。但每当夜幕降临、万籁俱寂之时，一切都不一样了。书房里，一盏孤灯如豆，散发着微弱而摇曳的光晕。王莽独自一人端坐在席子上，面前的木案上摆放着门客们从长安秘密送来的情报。那些情报上记载着几十万人上书的壮观景象，记载着为了他而流血殉道的官员名字，记载着大汉帝国正一步步走向分崩离析的惨状。在这个与世隔绝的深夜里，王莽伸出枯瘦的手指，轻轻抚摸着那些刻在竹简上的字迹，听着窗外风中隐隐传来的仿佛是全天下人那排山倒海般的呼唤声。他的眼神在忽明忽暗的灯火中发生了一种令人不寒而栗的蜕变。如果说在离开长安之前，他只是觉得自己是在严格践行儒家教条，
只是一个道德无瑕的忠臣和圣人典范。那么现在，在这个被全天下当作神明一样供奉的深夜里，他内心深处那座压抑已久的活火山终于彻底喷发了。他看着铜镜中自己那张清寂沧桑却充满神圣感的脸庞，他突然意识到，刘家的那个皇座已经烂透了，那些坐在龙椅上的人根本不配拥有这个天下，这江山，这社稷，早就不是某一个姓氏的私有财产了。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而此时此刻的天下人不要刘家，他们只要他王莽。一种深渊般的战栗感传遍了他的全身。他不是在谋朝篡位，他是在顺应天命；他不是在觊觎皇权，他是在背负苍生的苦难。在这个寂静的深夜里，王莽彻底完成了逻辑的闭环，也彻底跨过了作为臣子的最后一道心理防线。他不再是那个为了家族在夹缝中求生的庶子，不再是那个用道德来伪装自己的政客。他确信自己就是天选之子，是上古周文王、周武王、周公旦的灵魂在这一世的重聚。他要砸碎这个腐朽不堪的旧世界，他要用他手里的那本《周礼》，在这片充满苦难的废墟上亲手建立一个没有压迫、没有饥饿、道德完美的地上天国。在这种静默的癫狂中，神像终于睁开了眼睛，他不再需要向任何人低头，因为凡人只需要跪拜和服从。公元前1年，一阵突如其来的死亡阴风再次吹过了长安城的上空。年仅25岁的汉哀帝在纵情声色和沉重的政治压力下，突然病逝于未央宫。由于没有留下任何子嗣，大汉王朝的最高权力再次出现了一片可怕的真空。而这一次，在皇太后王政君的默许下，在全天下数十万人海啸般的欢呼与期盼中，新野侯府那扇紧闭了3年的大门缓缓地打开了。那个被天下人视为最后希望的男人踏上了重返长安的道路，只是这一次他带回去的将是一场埋葬整个帝国的狂风暴雨。当那辆毫无装饰的破旧牛车再次碾过长安城的青石板路时，整座都城陷入了长久压抑后的狂欢。没有刀光剑影，没有金戈铁马，王莽仅仅用他那清瘦的背影和深邃的沉默，就兵不血刃地接管了这个满目疮痍的帝国。他重新执掌了大司马的印绶，将一个年仅9岁的孩子推上了龙椅，史称汉平帝，自己则以安汉公的身份站到了权力的绝对巅峰。重回权力中心的王莽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用一场盛大的道德实践，彻底坐实了自己救世主的身份。公元2年，全国爆发了严重的旱灾和蝗灾，蝗虫所过之处，田里的麦苗被啃食殆尽，关中平原赤地千里，无数百姓流离失所，只能靠啃食树皮草根活命，甚至出现了人相食的惨剧。就在满朝文武还在为赈灾款项互相推诿的时候，王莽率先站了出来。他向朝廷上书，主动捐出100万钱，30顷良田，全部用来救济灾民。在他的带动下，200多名官员纷纷效仿，捐出自己的田产和钱财，安置流离失所的百姓。他还下令在长安城修建了200多座住宅，分给无家可归的灾民居住，甚至宣布所有受灾的郡县全部免除当年的赋税和徭役。这一系列举动让他在民间的声望达到了顶峰。在百姓的口中，他不再是一个权臣，而是真正能救民于水火的圣人。但在那个高处不胜寒的位置上，风总是分外凛冽。天下人都在看着他，那些暗中蛰伏的旧贵族在用审视的目光丈量他道德的成色，底层的流民在等他兑现拯救苍生的承诺。王莽很清楚，要让这尊刚刚苏醒的神像彻底稳固，要在那些蠢蠢欲动的政敌心里钉下一根名为恐惧的楔子，他还需要一场更彻底的献祭。而这一次，祭品是他的长子王宇。
王莽为了防止汉平帝的母家魏氏进京分走权力，下令将魏氏全族留在中山封地，不许踏入长安半步。这个决定让长子王宇感到了深深的恐惧。他担心，如今平帝年幼，一旦将来长大亲政，必然会因为此事对王家展开疯狂的报复，整个家族都会落得灭门的下场。王宇多次劝说父亲让魏氏进京共享权力，却都被王莽厉声驳回。走投无路的王宇想到了一个荒唐的办法。他知道父亲最信奉天命鬼神之说，便和自己的老师吴章、内兄吕宽合谋，在深夜里把鲜血洒在了王莽府邸的大门上，想借天降异象的由头逼迫父亲改变主意。可事情很快就败露了。当王莽得知这件事的来龙去脉时，他没有丝毫的动摇，反而陷入了更深的偏执。在他看来，连自己的亲生儿子都在质疑圣人的法度，都在和反对自己的势力同流合污，这是对他理想的最大背叛。他亲手把王宇送进了监狱，赐下了一杯毒酒。借着这场血洒府门的案件，王莽展开了一场席卷全国的政治清洗。他下令诛杀了魏氏全族，凡是反对他的官员、宗室子弟，甚至是那些曾经非议过他政策的人，全部被牵连其中，先后有数百人被处死。整个朝堂为之一空，再也没有人敢站出来对王莽说半个不字。逼死王宇是王莽人生中最关键的一道分水岭。如果说逼死王霍还是为了维护道德的完美形象，那么逼死王宇则彻底暴露了他内心的偏执与疯狂。为了那个虚无缥缈的上古理想国，他可以牺牲一切，包括自己的亲生骨肉，包括所有不服从他规则的人。他已经彻底从一个道德圣人异化成了一个手握绝对权力、不容任何质疑的独裁者。伴随着这种深渊般的道德威压，时间的车轮碾到了公元5年。年仅14岁的汉平帝突然在未央宫中暴毙。关于小皇帝的死因，历史的竹简上留下了一片深不见底的阴影。暗流中有人低语，是因为平帝渐渐长大，开始对王莽的专横表现出抵触，王莽便在腊日的祭祀中亲手在酒里下了致命的鸩毒。无论真相如何，皇帝的离奇死亡彻底扫清了王莽通往龙椅的最后一道物理屏障。诡异的是，面对天子的非正常死亡，整个庞大的帝国竟然出奇的默契。没有藩王打着清君侧的旗号起兵，没有言官在朝堂上撞柱死谏，甚至街头的百姓也没有流露出一丝哀伤。因为此时的西汉就像一台运转了200年、卡顿不堪且到处报错的老旧机器，所有人都受够了反反复复的死机与死循环，大家急切地渴望着一次彻底的连根拔起的系统重装。既然王莽是公认的圣人，既然刘家的气数肉眼可见地走到了尽头，那为什么不干脆让他来当皇帝呢？为什么还要留着那个腐朽的皇室空耗天下？于是一场中国历史上最荒诞、最魔幻也最浩大的劝进狂欢，在帝国的960万平方公里上疯狂上演。起初只是一点零星的火苗，有人报告说，在长安城外的一口枯井里挖出了一块洁白的石头，上面用鲜红的朱砂写着“告安汉公莽为皇帝”。没过几天，又有人声称在某座古老的庙宇里发现了一个神秘的铜匣子，里面装着天帝亲自签署的诏书，要求王莽接管天下。紧接着，各地的地方官纷纷上奏，有的说看见了黄龙盘旋，有的说抓到了长着双脚的麒麟，有的说天上星宿的排列已经明确指示了天命的转移。如果说这是一场阴谋，那绝不是王莽一个人躲在未央宫的帷幕后自导自演的独角戏，这是一场全天下人共同参与、心照不宣的集体造神运动。地方上的官僚为了迎合即将到来的新朝代，以捞取政治资本；太学里的文人墨客为了施展自己憋了一辈子的政治抱负；绝望的农民为了期盼一个能分给他们土地的青天大老爷。
所有人都在推波助澜，大家默契地制造着铺天盖地的福瑞，把那件象征着最高权力的黄袍生生地、死死地披在了王莽的肩膀上。他已经被时代的狂热彻底绑架，退无可退。公元8年，凛冬的寒气笼罩着长安，但在未央宫的前殿，气氛却狂热到了沸点。数以万计的官员、太学生和百姓代表密密麻麻地跪伏在广场上，山呼万岁的声音震落了宫殿屋檐上的积雪。没有流血，没有内战，王莽接受了西汉最后一个傀儡小皇帝孺子婴的禅让。他缓步走上高高的白玉阶梯，转过身俯瞰着跪在脚下的大汉臣民，正式登上龙椅，宣布改国号为新，西汉灭亡了。没有惨烈的城池攻防，没有尸横遍野的战场，只有全天下陷入疯狂的欢呼与顶礼膜拜。百姓们流着热泪，互相拥抱，文人们挥毫泼墨，写下歌颂新朝的华丽辞藻。所有人都深信不疑，自己亲手把一个没有瑕疵的神推上了皇位，几百年来的阶级压迫、贫富差距、流离失所，都将在这一天画上句号。而端坐在龙椅上的王莽，看着底下如痴如醉的群臣，也深深地吸了一口大殿里冰冷的空气。他终于拥有了绝对的、不容置疑的权利。现在，他要开始拯救这个世界了。然而，不管是跪在底下的苍生，还是坐在王座上的圣人，都没有料到，这片土地真正深不可测的噩梦才刚刚露出獠牙。噩梦的獠牙最初是包裹在悲天悯人的锦绣圣旨里的。当王莽终于端坐在未央宫那把代表着世俗最高权力的椅子上时，他并没有像历史上其他的开国君主那样大摆筵席、犒赏三军，或者是急着去充实后宫。第一天临朝，满朝文武看到他们的崭新天子正埋首在一堆发黄的竹简中，他的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大修这台名为天下的破败机器。这种急迫感来源于一种知识分子的孤高与政治上的强迫症。在王莽看来，西汉之所以会走到崩溃的边缘，根本原因就是刘家的皇帝们数典忘祖，丢掉了上古先王的治世密码。只要把社会的每一个齿轮都精准地倒退回夏商周3代的轨道上，这台机器自然就会重新发出悦耳的轰鸣。他不需要走出宫门，去田间地头看一看老百姓锅里煮着什么，他只需要翻开面前那本周礼，看看周公当年是怎么做的，然后照抄就行了。于是，轰轰烈烈的王莽改制以一种不容置疑的神圣姿态，如狂风暴雨般砸向了神州大地。他抛出的第一颗核弹，直接瞄准了西汉末年最致命的社会毒瘤——土地兼并。建国伊始，一道震动天下的诏书从长安飞出，贴满了帝国每一个县衙的诏壁。诏书的内容堪称惊世骇俗，从发布之日起，全国所有的土地全部收归国有，更名为王田。任何人、任何家族绝对不允许私自买卖土地。如果一家人的男丁不足8个，但占有的土地超过了1井，大约900亩，就必须把多余的田产无条件地分给9族之内的亲属或者乡里的贫民。同时，另一道捆绑发布的诏书宣布，冻结全国的奴婢交易，活人不再是商品，所有的奴婢统统改名叫私属，主家不得买卖。当这2道诏书借由快马传遍乡野时，如果你带着现代人的视角去审视，一定会惊呼出声。这不就是激进的土地国有化改革和废除奴隶制吗？这种超前了2000年的平权思想，难怪后世会有那么多人坚信王莽是个穿越者。但如果你真正潜入王莽当时的心理水域，去仔细琢磨这背后的形式逻辑，你会感到一阵彻骨的冰冷。王莽搞土地国有，根本不是出于什么现代经济学原理，更不是为了实现什么阶级平权。他之所以这么干，仅仅是因为《诗经》里传唱过一句古老的歌谣：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他之所以限制奴婢买卖，仅仅是因为尚书里记载着上古先王不拿人当牲口卖。他从来没有向未来看过一眼，他是一直在疯狂地向后看。他是在刻舟求剑，试图用1000年前生锈的青铜刻刀去雕琢1001年的复杂社会图景。更致命的是，这位端坐在深宫里的圣人完全忽略了政治改革中最血腥的一环——利益切割时的阻力与执行成本，把豪强地主嘴里嚼烂的肥肉硬生生地抠出来，分给食不果腹的穷人。这绝对是触动了帝国最核心利益集团的逆鳞。当年商鞅在秦国变法，那是靠着函谷关内战车千乘的强大威慑，靠着把反对派贵族的鼻子割掉，甚至把太子流放的铁血手腕才勉强推行下去的。而王莽呢，他手里只有一堆写满道德仁义的竹简和一顶刚刚戴上的皇冠。他天真的以为，只要自己是以圣人的名义发号施令，只要占据了道德的绝对高地，那些在地方上盘根错节几百年的豪族大户就会乖乖地放下算盘，痛哭流涕地把田契交出来。现实很快就给了他一记沉闷的闷棍。政令出了长安城，到了地方上，立刻撞上了一堵由地方官员和豪强地主共同筑起的坚不可摧的利益高墙。在西汉末年的基层生态里，县官、乡绅、宗族长辈往往是利益深度绑定的共同体，他们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对于交出多余土地的命令，豪强们不仅阳奉阴违，反而把这道诏书变成了一把掠夺平民的利刃。他们贿赂负责清查的官员，将自己名下的良田化整为零，挂在各种虚构的亲属名下，轻而易举地绕过了男丁不足8人的红线。与此同时，他们拿着朝廷重新分配土地的尚方宝剑，理直气壮地闯进那些仅剩几亩薄田的自耕农家里，以统筹王田的名义，将平民最后一点保命的土地强行充公，转手又落入了自己的口袋。在这场打着均贫富旗号的改革中，富人变得更富，手段变得更加合法化，而那些原本翘首以盼指望着分到田地的穷人，不仅连一捧土都没摸到，反而加速失去了最后的生存空间。如果说王田制是一场被利益集团扭曲的抢劫，那么废除奴婢买卖则直接变成了一道索命的催命符。让我们把视线拉低到黄河故道旁一个普通的茅草屋前，深冬的风卷起地上的白霜，一个失去土地的佃农看着破锅里见底的树皮汤，听着几个孩子饿得微弱的哭声。在过去，当饥荒把人逼到悬崖边缘时，底层人还有最后一条惨烈的退路，卖儿卖女，或者干脆把自己卖进豪门大户做奴婢。虽然失去了人身自由，虽然要像牲口一样被驱使，但至少豪门大户的粮仓里有发霉的粟米，做奴婢至少能活下这一条命。这位父亲流着泪，牵着瘦骨嶙峋的女儿，走到当地最大的庄园门口，扑通一声跪在雪地里，祈求主家能给几升粮食把女儿买下。但庄园的大门紧闭着，门房隔着缝隙扔出一句冰冷的话：朝廷有严旨，活人如今叫私属，禁止买卖，主家不敢违抗圣人的法令，你们走吧。父亲呆住了，他回头看着嘴唇冻得发紫的女儿，这道充满着仁义道德、旨在保护人权的圣旨，生生地堵死了他们通往生机的最后一条狭缝。富人们为了免受牵连，不仅不买新的奴婢，甚至开始大批驱赶家里原有的奴婢。成千上万失去主家庇护的底层人被抛弃在滴水成冰的荒野上，他们没有土地，没有粮食，现在连卖身的资格都被朝廷的律法剥夺了。他们只能坐在干枯的河床边，手里死死攥着那道宣布他们是自由身的诏令。在呼啸的北风中，一家人抱在一起，慢慢僵硬，变成一座座冰冷的雪雕。那份高高在上的道德说明书在现实的坚硬岩层上撞碎成了刺痛百姓血肉的玻璃渣，
紧接着，王莽又翻开了周礼的下一页，推出了旨在管控国计民生、平抑市场物价的5军6军制度。他下令，在全国6个核心城市设立5军官，负责监控市场物价。当粮食、布匹等生活必需品价格过低时，由官府按成本价收购；价格过高时，再按平价卖出，防止富商大贾囤积居奇，哄抬物价。同时，他宣布将资源开采还有赊贷业务全部收归官府专营，也就是所谓的6期。从纸面上看，这套制度堪称完美，它既可以打击豪强富商的垄断，又能保障底层百姓的生计，甚至还能为朝廷增加财政收入。但王莽再次忽略了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再好的政策也需要人来执行。他用来推行这套制度的，不是什么清正廉明的官员，而是那些曾经靠着囤积居奇发家的富商大贾。这些人摇身一变，成了朝廷任命的5军官。他们和地方官员相互勾结，低价强买百姓的货物，再高价卖出，从中谋取暴利。原本用来平抑物价的政策，最终变成了官府和富商联手盘剥百姓的合法工具。百姓们不仅没有享受到平价的粮食，反而被层层盘剥，连最后一点糊口的本钱都被榨干了。悲剧的张力在于，酿成这场人间炼狱的王莽，初衷竟然真的是为了天下苍生。他没有中饱私囊，没有搜刮民脂民膏去修建酒池肉林，他每日坐在未央宫里批阅奏章到深夜，为自己推行了上古先王的仁政而感动得眼眶泛红。但王莽看不到基层的惨状，或者说他不愿去看。他坐在未央宫那张冰冷的席子上，被堆积如山的古籍简牍包围着，他的精神世界已经进入了一种近乎魔怔的偏执状态。在他看来，土地改革之所以推行不下去，不是因为政策脱离实际，而是因为这世间的宇宙秩序还不够纯粹。那些官名、地名，甚至钱币的形状，都还沾染着西汉刘家的腐朽气息。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这句古老的箴言成了他最后疯狂的催化剂。他开始了一场令人瞠目结舌的改名狂欢。如果说土地改革还能找到一丝恤民的初衷，那么这场改名运动则是纯粹的政治强迫症在作祟。他大笔一挥，将中央朝廷的3公9卿全部换成了周礼里的晦涩称呼。不仅如此，他甚至将魔爪伸向了全国的行政区划。在短短几年里，大汉帝国100多个郡、1000多个县中，有1多半的地名被他改得面目全非。他改名字没有任何现实规律可言，全凭自己深夜翻书时的灵感，追求字面上的绝对吉祥或绝对复古。比如，他觉得南阳郡听起来不够威严，就改成了前队；觉得东郡没有古意，就改成了治廷。他甚至把无锡改成了有锡，把古远改成了古晋。最离谱的时候，一个地方的名字在几年内被他反反复复改了5、6次，连当地的县令早上醒来都要抓着头发想半天，自己今天到底在管什么地方。这绝不是在现代社会的游戏里花几块钱改个网名那么简单。在2000年前，那个没有互联网、通信极度落后、文盲率极高的时代，地名和官名的频繁变更，直接抽断了国家行政管理的神经中枢。文书的传递、赋税的征收、军队的调动，全部因为名字的对不上号而陷入了可怕的瘫痪。到了后来，就连朝廷的文书房在下发公文时，为了防止底下人看不懂，都不得不在新名字后面用小字标注上旧名字。国家机器的运转效率就在这种咬文嚼字的文字游戏中被彻底拖死了。而在经济领域，他的瞎指挥更是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西汉时期，通用的货币是汉武帝时期确立的5铢钱。这种钱币大小适中，成色稳定，老百姓用了100多年，早就习惯了。但王莽嫌弃它，他觉得5铢钱上面没有古风，最关键的是铢字的偏旁是个金，
他自己姓王，五行属土，土生金，用带金字的钱会把新朝的气运泄光。为了这种荒诞的玄学理由，他下令废除五铢钱，开启了中国历史上最混乱、最致命的货币改革。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他像个输红了眼的赌徒，连续进行了4次极其复杂的币制改革。他翻烂了古书，推出了所谓的保货制，铸造出了整整28种不同面值、不同材质、形状千奇百怪的钱币，有的长得像一把刀，有的长得像一把钥匙。这种币制复杂到了什么程度？不同材质的钱币之间如何兑换，连当时负责铸钱的朝廷精算师自己都算不清楚，老百姓更是彻底崩溃了。昨天手里攥着还能买1斗米的五铢钱，今天朝廷一纸诏令就变成了一堆违法的废铜烂铁。今天刚换了新钱，明天朝廷又说新钱的比例不对，又要重新换。国家的经济信用就在这种反反复复的儿戏般折腾中瞬间清零，没有了可信的货币作为交易媒介，商业流通彻底休克。长安城里曾经繁华喧嚣的东市和西市变得空空荡荡，商人们宁愿把布匹和粮食烂在仓库里，也不敢拿出来卖。老百姓为了活命，只能倒退回2000年前最原始的物物交换时代。你拿一只家里养的鸡去换邻居的半袋粗面，我拿一匹织好的麻布去换你的一口铁锅。如果谁敢私自使用旧的汉朝五铢钱进行交易，一旦被官府发现，这就是谋逆的重罪，会被全家连坐发配到边疆去服苦役。为了推行他的保货制，无数无辜的百姓被带上沉重的枷锁，流放在荒凉的官道上。经济的崩溃直接敲碎了帝国老百姓生存的最后一只饭碗。就在国内已经被折腾得民不聊生、怨气冲天的时候，莽又想出了一个新点子，妄图用发动对外战争的办法转移人民的视线，缓和国内矛盾，以摆脱困难的处境。于是王莽做出了一个足以载入史册的令人窒息的弱智决定。他强行派出使者，带着用极度傲慢的语气写成的诏书，去没收了匈奴单于的印绶，强行把匈奴单于的封号改成了带有严重侮辱性质的降奴伏余，把西域的居师国改名叫晋平，把东北的高句丽改名叫下勾离。他以为用这种字面上的精神胜利法就能彰显中原王朝的威仪，就能让四海宾服，但他忘记了一个最基本的常识：国与国之间的尊重是靠强大的国力和沾满鲜血的还手刀打出来的，不是靠在地图上改几个侮辱性的名字就能骗来的。这种莫名其妙、纯粹为了满足个人道德洁癖的挑衅，瞬间激怒了所有的周边属国。原本已经在西汉晚期通过和亲与互市渐渐平息的边疆，立刻燃起了连绵不绝的烽火。匈奴的大军感到受到了奇耻大辱，他们撕毁了和平协议，骑兵开始疯狂地叩击长城的关隘，烧杀抢掠。西域诸国纷纷宣布脱离中原的控制，斩杀了新朝的使者。西南的少数民族也揭竿而起，整个帝国的边境线瞬间变成了到处漏风的破谷。为了应付这四处漏风的边疆战事，王莽不得不强行征发几十万老百姓去当兵。本就饿着肚子在死亡线上挣扎的农民被强行从家里抓走，带上连着铁链的枷锁，像牲口一样被驱赶到遥远的荒漠、雪山和丛林。由于朝廷的后勤补给系统早就因为频繁改名和经济崩溃而彻底瘫痪，这些士兵连御寒的衣服和充饥的军粮都没有。沿途倒毙的尸体连绵几百里，塞满了干涸的河床。至此，王莽仅仅用了不到10年的时间，就完成了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奇迹。他以一个完美圣人的姿态登基，满怀着拯救苍生的神圣使命感，硬生生地把一个虽然有病但还能勉强运转的庞大帝国推进了万劫不复的无底深渊。他得罪了所有人，因为没收土地，他把掌握着社会核心资源的豪强地主逼成了死敌。
因为经济崩溃和频繁的战争，他把渴望安宁的普通百姓逼上了绝路。因为改名和瞎折腾，他把原本支持他的官僚系统变成了一滩怨气冲天的烂泥。因为盲目自大，他把周边的邻国变成了嗜血的群狼。在长安城那座阴冷宏伟的未央宫里，那个曾经被万民敬仰、被无数知识分子写诗赞美的完美圣人，此刻正躲在大殿的最深处。他听着从全国各地像雪片一样飞来的灾报、叛乱的军情，他的眼神不再澄澈深邃，而是布满了血丝，透出一种病态的狂躁和多疑。他的理想主义正在现实的坚硬岩石上撞得粉碎，但他绝不承认是自己的那本周礼说明书出了问题，这不是古法的错。他经常在空荡荡的大殿里对着空气愤怒地咆哮，古圣先王的规矩怎么会有错？这全都是因为底下的官员贪腐无能，没有领会圣人的精神，是因为天下的百姓太愚昧，不懂得我的苦心。为了维护那个摇摇欲坠的道德幻象，为了证明自己绝对正确，他的心理防御机制彻底扭曲了。他从一个悲天悯人的圣徒变成了一个草木皆兵、残暴无情的独裁者。他开始用最残酷的严刑峻法来强行推行他那套根本行不通的改革。谁敢对他的政策提出半个字的质疑，立刻人头落地。朝堂上每天都有官员被拉出去斩首，连皇亲国戚都不例外。但历史的齿轮一旦开始崩坏，就再也无法停止。反噬的浪潮终于如海啸一般，在帝国的大地上翻滚，在饥民的眼眶里沸腾，最终汇聚成一股足以摧毁一切的力量，汹涌地扑向了这座孤立无援的长安城。公元14年的冬天，这股在底层酝酿已久的暗流终于冲破了生存的最后底线。黄河在这一年发出了绝望的怒吼，浑浊的河水像发了疯的野兽，冲垮了年久失修的堤坝，吞没了中原大地上无数的村庄与良田。数以10万计的灾民在洪水中失去了家园，只能拖家带口在冰天雪地中流浪。放在正常的朝代，朝廷会立刻开仓放粮，安抚流民。但此时的新朝，国库早就在那4次形同儿戏的货币改革和四面漏风的边疆战火中被掏空了。灾民们站在冰冷的泥浆里，等来的不是救济的粟米，而是为了打仗继续加码的催缴赋税的皮鞭。当一个人连最卑微的活命愿望都被剥夺时，他就不再是顺民，而是复仇的修罗。在南方的荆州，一群衣不蔽体的饥民为了在干涸的沼泽地里抢夺野生荸荠充饥，爆发了流血械斗。为了不被饿死，也为了对抗前来镇压的官兵，他们躲进鹿林山中，砍下树枝，削成木枪，打起了一面绿色的战旗，后世叫他们绿林军。在东方的齐鲁大地，连年的旱魃让土地龟裂。流民们为了在混战中区别敌我，也为了在气势上吓退官兵，用红色的染料或者同伴的鲜血把自己的眉毛涂成猩红。这就是令人闻风丧胆的赤眉军。星火一旦点燃，转眼间变成燎原之势。更要命的是，那些原本应该帮着朝廷镇压叛乱的豪强地主，此时却站在高高的屋堡上冷眼旁观，甚至暗中倒戈。当年没收土地、不许买卖奴婢的血债，他们一直记在账上。底层饥民的怒火与上层豪强的算计以一种荒诞的方式合流，反叛的力量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短短几年，大半个中国脱离了新朝的控制，帝国化为一座到处都在流血的巨大修罗场。每天都有城池陷落的急报飞入未央宫，每天都有新朝的将领战死或投降。面对满世界熊熊燃烧的烽火，身在长安的王莽陷入了一种病态的近乎走火入魔的癫狂之中。按照正常君主的逻辑，天下大乱，理应轻徭薄赋，或者集结精锐进行战略防御。但王莽的脑回路早已经被那本发霉的说明书死死焊住了。
他坚信自己是天命所归的周公转世，如果现实崩坏了，那绝对不是古法有错，更不是他这位圣人有错，而是他对神明的祭祀还不够隆重，礼仪还不够周全。在这个帝国大厦即将倾覆的生死关头，他下达了一道让所有后人读史书时都会感到窒息的诏令，在长安城南郊动用全国最后的人力物力，修建一座规模宏大的祭祀建筑群九庙。这是一种绝望的政治巫术。他天真地幻想，只要把祭祀祖先和天地神明的九庙修得比西周时期还要宏伟，只要在祭祀时奏响的雅乐完全符合古老的音律，神明就会被他的至诚打动，降下天雷地火，把那些不守规矩的乱臣贼子全部烧死。于是在起义军逼近长安的同时，几万名骨瘦如柴的工匠在监工的皮鞭下日夜不停地赶工，无数珍贵的楠木、黄金和青铜被源源不断地填进了这座虚幻的神庙里。那些本该用来充当军饷和赈灾的钱粮，变成了大殿里华丽的梁柱和冰冷的祭器。当九庙落成的那一天，王莽穿着繁复的天子礼服，率领文武百官在庙里痛哭流涕，声嘶力竭地向上天诉说着自己的功德。但神明没有回应他，回应他的是公元23年逼近中原的绿林军刀锋。为了扑灭这股叛乱，王莽刮干了帝国最后的一点家底，几乎把长安城周边所有能拿动武器的男人都抓了壮丁，拼凑出了一支号称100万实则42万的中央大军。这支大军的配置充满了王莽式的黑色幽默，统帅军队的不是身经百战的将军，而是熟读经书的书呆子大司徒王询和大司空王毅。王莽甚至在军队里专门编入了一支特种部队，由身高2米多的巨人以及从皇家御苑里赶出来的老虎、豹子、犀牛等猛兽组成。他企图用这些怪力乱神的东西在气势上吓退敌人。这42万大军浩浩荡荡地开到了河南的昆阳城下，把这座小小的城池围得水泄不通。城里的起义军只有区区不到1万人。从纸面实力上看，这是一场毫无悬念的碾压，是一群武装到牙齿的正规军对几千个叫花子的单方面屠杀。王莽在长安的宫殿里甚至已经开始提前准备庆祝胜利的诏书了。但历史的剧本在这个时刻发生了一个不可思议的、宛如天意般的转折。被围困在昆阳城内的一个名叫刘秀的年轻人，在绝境中展现出了惊人的胆识。他带着13名骑兵，趁着夜色突围而出，跑去周围的县城，费尽唇舌，调集了仅几千人的援军。随后，刘秀率领这支微不足道的敢死队，迎着王莽42万大军的森严阵型，发起了自杀式的冲锋，仿佛是连上苍都看不惯王莽的倒行逆施。就在刘秀发起冲锋的千钧一发之际，天象大变，原本晴朗的天空突然狂风大作，乌云密布，雷雨交加，巨大的陨石带着刺眼的火光，呼啸着砸入了新朝大军的营地，砸碎了那些书呆子主帅的心理防线。王莽那支看似庞大，实则由强征来的饥民组成，军心早已涣散的大军，在天灾的恐吓与刘秀敢死队的奇袭双重打击下，瞬间瓦解了。几十万人发生了可怕的大规模营效，士兵们在雷雨和泥泞中互相砍杀踩踏，统帅王询在乱军中被砍下头颅。那些被寄予厚望的老虎和犀牛在雷声中受惊发狂，反过来撕咬自己的士兵。42万大军兵败如山倒，无数人被挤进了旁边的泾水之中，堆积的尸体竟然生生截断了湍急的河水。新朝帝国最后的一支军事力量在昆阳城下化作了一场随风飘散的血雨。昆阳大败的噩耗传回长安，未央宫里死寂一片，连最善于逢迎的弄臣此刻也紧紧闭上了嘴巴。所有人都清楚，天塌了，那个用道德和谎言铸成的庞大纸牌屋终于迎来了他命中注定的终局。走投无路的王莽
做出了他人生中最后一场荒诞的政治巫术表演——哭天大典。他率领着文武百官来到长安城南郊的祭坛之上，对着苍天放声痛哭。他声泪俱下地细数着自己登基以来的所有功德，哭诉着自己如何为了天下苍生鞠躬尽瘁，质问上天为何要如此对待他这个受命于天的圣人。他哭得晕厥过去，醒来后又继续跪地磕头，额头磕出了鲜血，也不肯停下。更荒诞的是，他还下令召集长安城里的儒生和百姓，每天都到南郊来哭天，凡是哭得足够悲痛、足够真诚的人，立刻授予郎官的职位。短短几天之内，就有5000多人靠着哭天当上了朝廷的官员。这场哭天大典成了王莽一生最极致的讽刺。他一生都在追求周礼里的完美秩序，最终却只能用一场近乎疯癫的哭嚎来祈求上天的垂怜。他曾经以为自己是掌控天下的圣人，到头来却连自己的命运都掌控不了。哭天大典的哭声还没有消散，起义军的先头部队就已经像狼群一样撕开了长安城外围最后的防线。公元23年的10月，对于这座见证了西汉200年荣辱兴衰的古都来说，是一个充满血腥与绝望的深秋。长安城内部彻底失控了。那些曾经在街头对王莽的牛车顶礼膜拜的百姓，那些被繁重赋税和残酷连坐法折磨的家破人亡的平民，在绝望中化身成了暴徒。他们拿起锄头、菜刀，甚至削尖的木棍，与冲入城内的绿林军合流，逢关便杀。未央宫这座宏伟的帝国心脏燃起了冲天的大火。几百年的汉家宫阙在烈火的炙烤中发出噼啪作响的哀鸣，滚滚浓烟遮天蔽日，火光将整个关中平原的秋日天空映照得如鲜血般漆红。宫女和太监们像无头苍蝇一样在火海中四处逃窜，惨叫声、建筑的倒塌声以及宫外越来越近的喊杀声交织成了一首真正的亡国交响乐。在这个大难临头，死亡的脚步已经踏在大殿台阶上的时刻，王莽在干什么？如果我们在脑海中回放中国历史上其他末代皇帝的结局，会发现他们面临亡国时的选择通常无外乎几种：要么像明思宗崇祯那样，为了所谓的帝王尊严，在眉山的一棵歪脖子树上自缢殉国；要么像后主刘禅那样，脱去龙袍，把自己绑起来，跪在敌人的马前祈求活命；或者更有血性一点的，会穿上厚重的铠甲，亲自拔出宝剑，带领着身边仅存的禁军与叛军拼死一搏，求一个壮烈战死的结局。但王莽没有，他做出了一个让所有人都瞠目结舌，却又无比符合他一生那套荒诞逻辑的最后决定。在这个箭矢已经在宫廷的庭院里乱飞的早晨，王莽既没有拿刀拼命，也没有换上便装逃跑，更没有选择自杀。他回到寝宫，在几个面无人色的太监的服侍下，换上了一套天子参加最隆重祭祀时才会穿的官服。他头戴着有着12绦玉串的平天冠，身穿绣着日月星辰等12章文的玄衣中上。他极其仔细地整理着衣服的下摆，确保每一个衣角的褶皱都理得整整齐齐。他没有召唤将军来组织防御，而是叫来了身边的儒生和天文官。在熊熊火光的映照下，王莽让天文官拿出占星用的试盘，紧急推演天象，寻找此时此刻代表着绝对大吉的星宿方位。推演完毕后，他让随从把自己的座位按照天象的指示摆好方向。随后他率领着剩下的不敢逃跑的上千名文武百官，排成整齐的朝会队列，没有向城门突围，而是缓步走向了长安城南郊一个名叫建台的祭祀高台。周围是杀声震天的乱军，而这支穿着华丽朝服的队伍就像是在进行一场荒诞的默剧游行。当他们登上四周环水高达数丈的建台时，未央宫的火势已经蔓延过来了，漫天都是飞舞的火星和呛人的黑烟。
起义军的火把在建台周围的湖面上投下摇晃的倒影，而王莽却端坐在建台正中央的席位上。他没有看那些已经杀红了眼、正准备涉水冲上来的叛军，而是仰起头看着被火光照得血红的天空，他突然崩溃了。这位一生都在克己复礼，一生都在要求别人隐藏情绪的完美圣人，这位连逼死亲生儿子时都没有掉一滴眼泪的铁血君王，在此刻声泪俱下的对天痛哭。他大声的近乎癫狂的质问苍天：天生得与雨，汉兵其如与何？这句话的意思是，老天爷既然把这种完美的品德降生在我身上，把拯救天下的使命交给了我，那些汉军又能把我怎么样呢？他不明白，他真的直到死都不明白。他觉得太委屈了。他回首自己的一生，他没有像其他皇帝那样贪图享乐，没有沉迷女色，他散尽家财接济穷人，他推行土地国有是为了让穷人有饭吃，他废除奴隶制是为了让天下没有压迫。他所制定的一切政策全都是原封不动的从古圣先王的典籍里抄来的。他为了实现这个完美的理想国，甚至连自己亲生儿子的命都献祭了。他觉得自己做到了一个儒家知识分子能做到的极致，做到了一个圣人该做的一切。为什么？为什么老天爷不能像上书里写的那样降下神迹来保护他？为什么现实不按照书本里的逻辑运转？为什么他想拯救的百姓现在却拿着刀枪来杀他？叛军的脚步声越来越近，他们已经突破了建台外围的防线，冲上了台阶。箭矢像雨点一样落在了建台上，身边的官员和忠诚的护卫一个个惨叫着倒在血泊中，鲜血染红了王莽华丽的朝服。直到生命的最后几个小时，在刀光剑影中，王莽的手里还死死地抱着一把象征着上古正统与周礼的余地匕首。他还在等，他还在等一个属于周礼的奇迹。但现实不是童话，历史的钢铁齿轮也不会因为某一个人的道德感召和固执而有丝毫的停留。一位名叫杜吴的商人临时加入了起义军，率先冲破了最后的护卫。他的目光锁定在了那个穿着天子冠服还在痛哭的男人身上。他没有被这身衣服吓倒，也没有在乎什么圣人的光环，他只是像看一个猎物一样，举起了手中的刀，乱刀砍向了这具被繁琐礼服包裹着的身体。王莽没有被某一个具体的将军打败，他是被自己亲手编织的道德幻象活活绞死的。他的头颅被砍了下来，那些曾经在长安街头把他奉若神明的百姓们，曾经被他的道德光环折服的士兵们，此刻却像一群嗜血的野狼一样冲了上去。大家疯狂地争夺着王莽的尸体，几十个人在争抢中被踩死。最终，王莽的尸体被愤怒和贪婪的狂潮撕成了碎片，他的那颗头颅被送到了宛城，悬挂在繁华的街道上示众。老百姓们路过时像疯了一样冲上去，用石头砸，用刀子割他的脸。在后来的200多年里，这颗头颅作为王朝更迭的警示，一直被历代东汉皇帝收藏在皇家的武库中，直到一场大火将其彻底化为灰烬。大火吞噬了建台，吞噬了未央宫，也吞噬了那个仅存了15年，试图用一己之力逆转时代车轮的短命王朝。历史给了王莽一个宏大无比的开局舞台，也给了他一个最惨烈、最讽刺也最发人深省的谢幕。当这场长达几十年的交织着狂热与血腥的历史大梦终于醒来时，我们再回过头去看最初贴在王莽身上的那2个标签，就会感到一种深深的荒诞。他绝对不是什么处心积虑的伪君子，真正的伪君子都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当他们嗅到危险的信号，发现大厦将倾时，会毫不犹豫地撕下所有道德的伪装，只求保住自己的性命。而王莽却直到乱军的刀锋架在脖子上的时候，都疯狂地坚守着那套早已失效的教条，死死抱着那把象征周礼的匕首不肯放手。他用自己的生命
和整个帝国的毁灭证明了，他对自己所宣扬的那套东西是100%深信不疑的。他不是在骗别人，他是一直在骗自己，并且把自己骗到了一个万劫不复的深渊里。他更不是什么带着现代记忆的穿越者，因为没有任何一个穿越者会愚蠢到像他那样，同时与整个社会的经济规律和所有阶层的核心利益去硬碰硬。他所有的改革蓝图看似超前，实则只是他为了强行凑齐周礼说明书上的一块块拼图。他不是在走向未来，他只是绝望的、固执的倒退回了一个永远回不去的幻境中。王莽的悲剧是一个令人背脊发凉的关于知识分子与绝对权力的悲剧。他是一个纯粹的书呆子，在极度偶然的历史条件下，他掌握了绝对的权力。于是他把治理国家当成了在书房里做学问，他把天下苍生当成了他实验台上的一组数据。他天真的以为社会是一块可以任意揉捏的橡皮泥，只要自己手中的模具足够高尚，足够正确，就能捏出一个完美无瑕的理想世界。但这场残酷的实验用几千万人血淋淋的代价向后人证明了一个沉痛的道理：仅凭道德的洁癖和书本上的教条是治不好这个千疮百孔、沾满泥水与汗水的现实世界的。人性是很脆弱的，现实是很坚硬的。世俗的生活就像一条泥沙俱下的河流，它有着自己内在的流向和生生不息的规律。当你试图站在岸上，用一把完美的、绝对正确的道德标尺去强行裁剪这复杂多变的世俗生活时，你最终裁掉的往往是无数无辜的鲜活的生命。你本想在人间建立天堂，结果却亲手缔造了地狱。读懂了王莽，我们或许就能更加通透地看待我们今天的生活。今天的我们也在这个复杂的世界里摸爬滚打。如果你在职场、在家庭、在网络上遇到过那些打着绝对正确的旗号，眼里只有非黑即白，想用一套僵硬的理论强行规划和干预他人命运的人，或许你能在2000年前那个火光中痛哭的皇帝影子里找到一丝深深的警惕。最大的恶往往不是那些赤裸裸的自私和贪婪造成的，最惨烈的灾难往往是由那些自认为掌握了绝对真理并试图强迫所有人服从的完美主义者所引发的。真正的善良，真正的伟大，绝不是强加于人的道德狂热，更不是为了一个虚幻的完美目标而牺牲当下眼前具体的人的幸福。它应该建立在对世俗生活的一分理解、一分宽容和一分深深的敬畏之上。允许世界不完美，允许人性有弱点，或许这才是我们在这片土地上生存的最优解。夜深了，2000年的时光如白驹过隙，时代的洪流依然在滚滚向前，我们每个人的命运都在其中浮沉。但无论外面的世界如何喧嚣，无论有多少人试图给你贴上标签，要求你变得完美，我都希望你能在这个并不完美但却真实鲜活的世界里保留一分清醒，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从容与安宁。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晚安。